怪事年年有，这里特别多，欢迎来到怪事。今天的故事你敢听吗？我是阿成，一名职业摄影师，拍摄大自然是我的兴趣之一，特别是夜晚的森林。那天，我决定去城郊的森林拍摄一些夜景，却发现了一件让我至今无法忘怀的事情。那晚的森林如往常一般静谧，月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我背着相机，在树林中寻找合适的拍摄角度。当我走到一片空地时，忽然发现了一座雕像。那是一座古老而诡异的人形雕像，静静坐落在森林的草地上。它的五官模糊不清，眼睛好像会发出奇怪光芒，令人感觉不适。我不记得这片森林里有这样的雕像，心中感到一丝奇怪。但作为摄影师的我，忍不住拍了几张照片。回到家后，我仔细查看拍摄的照片，发现雕像在照片中显得更加诡异，似乎透着一股说不出的邪气。当晚，我把照片上传到电脑上，便早早休息了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再次回到那片森林，想拍摄更多的夜景。但这次，当我走到空地时，发现那座雕像竟然不在原地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雕像居然移动到了另一棵树下，离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地方约有10几米远。这让我感到极度不安，因为没有人能在短时间内移动这么重的雕像，更何况这里深夜无人。我忍不住再次拍摄了几张照片，然后匆忙离开了森林。回到家后，我查看新拍摄的照片，发现雕像的表情变得更加扭曲，似乎在注视着我，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。但我试图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我想太多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去那片森林，每一次雕像的位置都会变化，离我的拍摄地点越来越近。这种异常现象让我感到无比恐惧，但又忍不住想要揭开这背后的真相。某天晚上，我决定在森林里待到天亮，想要看看雕像究竟是如何移动的。我设置好相机，打开连拍模式，镜头对准那座雕像，然后躲在一棵大树后面，静静的等待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有夜风轻轻吹过树叶的声音。午夜时分，我感到一股莫名的寒意。突然，雕像开始慢慢移动，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推动着，向我的方向靠近。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一幕超出了我的理解范畴。我强忍住恐惧，继续拍摄这惊人的场景。雕像越来越近，表情变得愈发扭曲，仿佛要从照片中爬出来一般。突然，一阵狂风袭来，我感到眼前一黑，失去了知觉。当我醒来时，已是清晨，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我身上。我发现自己躺在空地上，四周静悄悄的，仿佛昨晚的恐怖经历只是一场噩梦。我急忙检查相机，发现昨晚拍摄的照片依然在，但那些照片中的雕像却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空地。这让我感到无比惊恐，因为那座雕像仿佛从未存在过。回到家后，我反复查看那些照片，确定雕像真的不见了。这让我深感不安，好像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在操控住一切。这件事后，我再也没有回到那片森林，但那座雕像的阴影却始终笼罩在我的心头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我总会想起那座雕像，想起它那扭曲的表情和诡异的移动。我叫阿文，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，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平静，直到那个诡异的夜晚。那天，我照常在家看电视，准备睡觉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午夜的钟声刚敲响，电话响了，我不情愿地接起电话，心想这么晚了，谁会打来？喂，我有些烦躁地说道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，让我瞬间愣住了，那是我的声音。阿文，你即将面临一场大灾难，你要小心。声音低沉而冰冷，好像透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威胁。我惊恐地挂断电话，心跳加速，不知道这是恶作剧还是幻听。
那晚我辗转难眠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那句话。第二天，我告诉自己那只是个恶作剧，试图忘掉这件事。然而到了午夜，电话再次响起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接了起来。阿文，你必须离开那栋建筑，马上。依然是我的声音，充满了急迫感。这次我开始有些害怕了，但还是说服自己这可能是某个朋友的恶作剧。然而第3晚，电话再度响起。阿文，今天是最后的机会，你必须逃离。我的声音变得更加冰冷，仿佛能穿透我的灵魂。这已经不再是巧合了。我开始感到无法忽视的恐惧，决定调查这些电话的来源。我查了来电号码，发现这个号码属于一个叫张毅的人，他在5年前因车祸去世。我不相信这个结果，觉得这一定是个错误。我找到张毅的朋友，得知他生前是一个孤僻的人，没什么朋友，也没亲人。朋友们都说他生前性格古怪，似乎对某些超自然现象特别感兴趣。他经常说自己能听到未来的声音，但我们都当他是疯子。他的一个朋友是这样告诉我的。听到这些，我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，开始怀疑这一切背后是否真的有某种超自然力量在作祟。第4晚，我决定不再逃避，认真聆听电话的内容。阿文，你明天会遇到一场意外，请小心。电话那头，我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。隔天，我决定听从这个声音的警告。走在街上时，我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可能的危险。就在我过马路的一瞬间，一辆车突然冲了过来，我惊险地躲开了。那一刻，我彻底相信了电话中的预言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一种预警，一种来自未来的警告。第5晚，电话再度响起。阿文，你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找到那个地方。声音变得急促，几乎带着哀求。什么地方？我紧张地问道。那间废弃的房子在城郊的森林里。声音中透着某种神秘，我感到背后一阵寒意。我决定去一探究竟。次日，我来到那间废弃的房子，四周荒凉，就像是一个被遗忘的世界。我走进房子，发现里面满是尘土和蜘蛛网。突然，我看到一张泛黄的照片，照片上是张毅和另一个人，那人竟然是我。我惊恐地后退，照片滑落在地，而我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吸引，向房子的深处走去。房子深处有一个小房间，里面摆放着一部老旧的电话。电话突然响起，我不由自主地接起。阿文，你终于来了。这次声音不再是我的，而是张毅的。为什么是我？我颤抖着问道。因为我们的灵魂早已交织在一起，你的未来就是我的过去。张毅的声音变得模糊，好似从遥远的地方传来。突然，我感到一阵剧烈头痛，视线变得模糊，意识也开始恍惚。我最后听到的是张毅的笑声，充满了诡异和胜利的意味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躺在房间的地板上，四周寂静无声，那部老旧的电话已经不见了，只有那张照片静静地躺在地上。从那天起，我再也没有接到午夜的电话，但每当午夜钟声敲响，我总会想起那些夜晚，想起那张照片，想起张毅的声音。那是个闷热的夏夜，我和几个好朋友决定来一次深夜兜风。我们计划去郊区的一个湖边，听说那里夜景很美，可以看星星。我们开着车，车上放着轻快的音乐，大家说说笑笑，气氛相当愉快。大约11点多，我们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路口。朋友阿强说他知道一条捷径，能更快到达湖边。我们便跟着他的指示，转进了那条看起来有些荒凉的小路。随着我们逐渐深入，四周变得愈发静谧，只有车灯微弱的光芒划破黑暗。我们开了一会，音乐声突然变得刺耳，像是收音机信号不好一般。阿强把音乐关了，车内瞬间一片安静，只剩下我们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前面怎么有点眼熟啊？坐在副驾驶的阿丽突然说。我抬头看了看，确实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前方的路边有一棵形状奇特的大树，它的树干上有一个明显的疤痕，看起来像是一张扭曲的脸，似乎正看着我们。不可能吧？我们应该没绕回来啊！阿强皱起眉头，
但还是继续向前开。然而几分钟后，我们又看到了那棵树，这次大家都沉默了，心里泛起一阵寒意。我们刚刚已经绕过这里了，阿丽声音颤抖，一定是走错路了。阿翔点了点头，决定掉头返回。但奇怪的是，无论我们怎么走，都会回到那棵诡异的大树旁。我们彷佛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中，无法逃脱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夜色愈发浓重，我们的恐慌也愈发强烈。阿翔试图用导航，但导航的信号消失了，手机也开始莫名其妙的没电。车里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，每个人都不敢出声，只有引擎的声音在耳边回响。突然，车灯前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慢慢的向我们靠近，我们的心跳骤然加速。那人影渐渐清晰，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，脸色苍白，眼神空洞。他是谁？阿丽惊呼了一声，阿强猛踩刹车，但车子却像失控了一般，直直的朝那女人撞去。就在车子即将碰到她的一瞬间，她突然消失了，就好像从未存在过。我们惊魂未定，停下车来，大家都不知所措。这里有问题，我们不能再继续这样走下去了。我终于开口，声音也颤抖得厉害。我们决定下车步行寻找出路。刚走出几步，身后的车灯突然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漆黑。我们用手机的微弱光芒勉强照亮前路，然而这光芒显得那么微不足道。走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发现了一座小庙，庙门前挂着几盏昏黄的灯笼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庙，但是灯光还是让人稍感安心。我们商议了一下，决定走进庙中，跪拜祈求平安。突然，庙里的一位老人走了出来，看到我们，他似乎并不惊讶。年轻人，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老人低声对我们说，然后递给我们每人一个奇怪的符纸。我们感激地接过符纸，跟随老人指引的方向走去。神奇的是，没走多久，我们便看到了熟悉的公路，汽车依旧停在那里。我们连忙上车，这次没有再回头，直奔市区。回到家后，我们几个人都有些恍惚，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。但当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符纸时，我发现它已经成了灰烬。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后来也听说阿丽大病了一场，甚至到处求神拜佛，这都是后话。从那以后，再也不敢随便在夜间出游。那晚的经历成了我们心中的一道阴影，也是一个永远不愿再提起的恐怖记忆。故事是不是让你感到毛骨悚然呢？但别担心，记得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热牛奶，它不但可以助眠，还能让你做个甜美的梦。如果梦里真遇到什么奇怪的东西，就请他喝杯牛奶，一起聊聊天吧。感谢收看这期的恐怖故事合集。如果你喜欢这些故事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。每周都有更多精彩的灵异故事等着你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你最喜欢哪个故事，或是分享你的灵异经历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